係講網友嗱，烏克蘭戰爭咧打咗3年零唔夠1個月啦，3年零10零日。咁咧就係終於第一次啊，就係正式話講，唔係即係美俄會就呢件事進行談判。以前呢個講和咧就係烏克蘭同俄羅斯傾嘅，喺土耳其嗰度傾，咁傾下，後來就散咗，咁就一路咧冇正式嘅談和。咁今次咧就由美國同俄羅斯傾，咁咧就引起軒然大波嘅，我話俾大家聽。淨喺海外嘅 KOL 就係分裂成為兩派嚇，一派就係覺得呢個俄羅斯出賣咗烏克蘭，就係非常之不滿 Donald Trump， 咁結果咧梗係俾川粉圍攻，呢個佔咗相當多人嘅呢個嚇。咁另一部分人咧就係不停為 Donald Trump 解釋，其實咧就係唔係佢冇出賣到，就係你歐洲衰啫啊！嗰個因為係歐洲不負責任，美國咧唔應該打戰爭咧就好殘酷啊！主要係呢樣嘢，3個 argument 啦。第一就歐洲自己唔理，美國點解要理？第二咧就戰爭咧就好殘酷，死好多人，你哋係咪好心涼要佢哋死好多人？第四咧就俄羅斯咧係不可以被征服嘅，你打唔贏俄羅斯嘅。咁既然係咁咧，你最好就趁早投降講和啦，即係咁樣啊。咁就基本上係呢幾個論點，呢個就啊。好啦，嗱我哋睇睇呢一個美國同俄羅斯呢一個嘅聯繫啊，呢個談判啊，已經雙方派咗代表去。美國政府3個高級外交官員，包括國務卿盧比奧、國家安全顧問沃爾茨、白宮中東特使科特維夫，喺沙地阿拉伯會見俄羅斯官員。佢哋傾完之後咧，應該就係輪到 Donald Trump 同埋普京當面傾嘅啊。但係如果傾到彎晒，咁梗係冇得傾啦。如果唔係咧，佢兩個見面傾。呢個係自從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美國同俄羅斯第一次正式會談，雙方討論結束烏克蘭戰爭嘅可能性。即係到最後嚟講，所有嘅戰爭都要停落嚟嘅。睇下係乜嘢情況之下，呢個係咩情況之下？其實嗰日2月12號，我話半年內應該完㗎啦，俄烏戰爭點都完。講咗嗰個電話，其實已經係顯示完。我最後會講俾佢點解。傾咗90分鐘，然後宣布喺沙地阿拉伯舉行和談。嗱，90分鐘，就算夾埋翻譯，都已經係講咗好多嘅細節。而能夠講咁長呢，就一定係講咗個和平嘅框架。所謂框架就係主要有咩條件列咗出嚟，認為可以再傾落去嘅先至再傾。嗱，我一定要咁，過咗咁呢，我就唔制嘅，即係咁。好啦 ，Donald Trump 喺普京通話之後，佢係 concede to 呢一個俄羅斯嘅2個條件。第一，唔可以加入呢個北約。佢甚至話呢一個當日俄烏戰爭嘅爆發係因為北約東擴啊，呢個完全係 buy 咗俄羅斯同中國嗰套講法嘅。呢個 Donald Trump 咪 buy 咗佢嗰套講法啊，話澤連斯基咧唔係個天使嚟嘅，而烏克蘭不太可能回到2014年被侵前嘅邊界。好啦，呢2點嘅意義係乜嘢咧？呢個就係即係咧，簡單啲嚟講，就係咁。呢一個就係2條紅線，呢個 Donald Trump 已經同意咗。第一就係克里米亞係冇得傾嘅，俄羅斯一定要克里米亞。
咁第二點咧就係咧，呢個就係普京一定要面子上邊贏，就係咧佢當日話打嘅原因就因為呢個北約東擴啊嘛，咁咧就唔能夠俾佢入北約。當日呢個Donald Trump 提出嘅條件咧，本來話10年後入北約嘅，佢開咗個條件。而家咧呢樣嘢都取消咗，即係 Donald Trump 喺呢度咧係讓一步嘅，係讓一步嘅。好啦，俄羅斯情報局長納瓦利扎金認為美俄元首通話深刻而有意義嘅，顯示雙方已經就和平框架有初步共識。當然仲有好多細節傾，但我可以講俾你聽，基本上就係第一就係唔可以入北約，咁普京攞到面子。第二係就地停火啦，呢個我講咗2年幾啦。然後咧嗰條邊界去到邊咧，就係介乎2014之後攞到嘅，同埋今日之間點樣劃法？點樣劃法？可能要跟啲河流啊，跟啲防守地區嚟到劃。你叫呢個俄羅斯係可以褪出少少領土，但就唔會大幅度撤出。呢個 Donald Trump 有講下，呢一個係俄羅斯人咧為咗呢場戰爭咧死咗好多人，佢應該咧獲得一啲土地嘅。呢個咧係令到當然好多 KOL 好憤怒嚇，好多嘅。好啦，呢個就係呢2條。咁就呢2點咧，就係要嗰個土地去到邊度咧，係要傾嘅。呢一個據我嘅 understanding 咧 ，Donald Trump 提出一個佢嘅紅線，就係一定要有安全保證，烏克蘭繼續可以保持作為一個獨立同主權完整嘅國家。咁點樣保證咧？呢點係美國係唔會派兵去。而家咧就話要歐洲派兵去，即係咧冇得入北約，要用第二種方法嚟到 guarantee 呢一個烏克蘭嘅獨立。如果唔係咧，你冇一個 guarantee 烏克蘭可以獨立咧，烏克蘭點解要講和啫？你自惡咪俾你攞晒咯，你繼續打咯，打到尾就算你吞晒成個烏克蘭，烏克蘭亡國。烏克蘭都冇承認到個領土，將來可以復國喎。呢個你以為荒謬咯？以前試過好多次噶咯。波羅的海3國就係咁復國，波蘭又試過復國，烏克蘭又試過復國。如果冇保證俄羅斯再唔打嘅話咧，冇保證烏克蘭可以保持獨立同主權完整咧，就係呢個 Donald Trump 估計。烏克蘭同歐洲國家一定唔制嘅，所以就係呢一點。但係點樣保證呢？未傾妥。咁剩翻嘅仲有放鬆制裁、放鬆資產呢啲咁嘅嘢呢，就大概會分階段實施咯。即係你一路切翻去嗰條線嗰度嗰陣時，咁就放啲咁樣作為安全保障咯。大致上係咁咯，呢個就係。俄羅斯代表咧就由拉夫維夫同總統普京嘅外交政策顧問呢個直通普京。克里姆林宮嘅發言人話，會談會聚焦於重建美俄關係，即係咧傾。如果烏克蘭傾得成咧，就美國同埋呢一個俄國會建立翻正常嘅關係，所以咧。普京咧就唔係 Donald Trump 咧已經講過，就准許俄羅斯進入翻 G7，變咗 G8，當然啦，所有制裁啊，所有嘢要放鬆啦，呢個就係美俄變咗正常嘅關係。嗱，去到呢度咧，就係俄羅斯台底上係唔係會應承呢個美國？如果美國放佢一馬，又同佢做翻晒生意，同歐洲恢復翻生意。佢唔係咁堅決企喺中國嗰邊咧，佢離開中國咧，
嗱，呢個係有可能傾嘅嘢嚟嘅，即係俄羅斯其中一樣可以氹到美國嘅就係講呢樣嘢，但係點樣保證俄羅斯會 honestly 執行呢樣嘢呢？呢個係個問題。美國國務卿強調，一次會議冇辦法解決戰爭問題。未來幾日就可以判斷普京係咪真係要和平。嗱，我解讀呢句嘢俾你聽，即係佢係要判斷俄羅斯係唔係真係肯長期容忍烏克蘭成為一個獨立嘅可以防衛自己嘅主權實體，還是其實佢想 weaken 咗烏克蘭，將烏克蘭變成一個傀儡國家啊，甚至吞併啊，佢係有下一步嘅。如果佢有下一步咧，佢一定唔俾啲歐洲國家帶好多武器啊，派好多軍隊去噶嘛，係咪？所以咧呢個就係個 litmus test， 呢個就係魯比奧講乜嘢嘢。美國烏克蘭嘅特使話，美國努力等俄羅斯同基輔坐埋一齊傾，但係歐洲冇份喎，踢走咗歐洲。呢個係令到歐洲非常之憤怒，但係點解歐洲冇份呢？因為佢覺得如果歐洲一有份咧，就唔使傾噶啦，因為歐洲咧 make 一個 decision 咧就非常之困難嚇，因為佢要27國同意嘅，呢個係歐盟咧係非常難 make 一個 decision， 自己嘅立場咧都好分歧，覺得咧唔使理歐洲呢個，但係呢個唔使理歐洲，歐洲嘅事務，烏克蘭係歐洲，歐洲事務唔使理歐洲。歐盟當然係覺得好 offended 啊！呢個就係據路透社表示，阿聯酋曾經向美國建議喺佢境內舉行和平峰會，最後普京同澤連斯基直接會面，大致就傾完呢個就會講 Donald Trump 係唔係同普京見面，然後跟住係唔係可以搞到澤連？如果傾到啲嗰啲嘢差唔多呢，就係最後嘅和談將會係普京同澤連斯基兩個出場嘅。拉夫羅夫話俄羅斯唔會作出領土讓步，佢話係佢嘅就一定係佢嘅，質疑歐洲參與談判，冇權參與談判。佢否定領土讓步啊，唔會放棄俄語區嘅居民，嗰啲居民冚唪唥係俄羅斯人，同埋稀土。佢有張藏寶圖㗎，澤連斯基呢個就係好啦。海洛格2月20號訪問基輔，佢就再去同2月20號已經係摸到沙地阿拉伯傾成點，佢再去同澤連斯基傾，然後去前線考察睇下前線嘅情況。美俄會談唔會排除烏克蘭參與。但係烏克蘭並唔係一個同等地位嘅國家，係美國傳媒問 Donald Trump， 咁呢個烏克蘭係咪一個平等地位嘅談判要角呢？咁 Donald Trump 話 That i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其實咧即係話唔係，美俄咧係dictate咗烏克蘭嘅命運，最終決定權喺澤連斯基手上，冇人會強迫烏克蘭接受任何協議啊！冇人會強迫烏克蘭接受任何協議，但係美國當然有權唔提供援助啦。而美國唔提供任何援助，亦都唔提供安全嘅保證嗰陣時咧，烏克蘭咧係別無選擇，除非歐洲國家決定唔理美國，繼續支持烏克蘭。咁呢個可唔可行呢？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佢話呢個唔係正式嘅真係個和談，呢個係評估下佢想唔想傾。其實評估就係按我講嘅點兩點，而家最重要兩點。第一，俄羅斯係唔係肯嘔翻一啲領土出嚟？呢個還是而家要晒而家要有嘅嘢啊，還是仲要多啲添。然後烏克蘭呢就要退翻出庫爾斯克
第二就係你有冇誠意讓歐洲各國諗到一套機制出嚟，保證烏克蘭係永遠係獨立同主權完整。澤連斯基喺慕尼黑話：美國嘅言論極有利於普京，因為佢哋想令佢開心。烏克蘭唔會承認任何冇關烏克蘭參加嘅協議。呢個唔係一個和談，你哋只係對話啫，冇烏克蘭去傾，講任何嘢都無效。呢個一定係咁嘅立場。莫斯科喺白俄羅斯訓練緊15萬兵可能發動新一輪攻勢。我諗佢會係發動新一輪攻勢，但個新一輪攻勢咧都唔會對北約嘅，只係對呢個烏克蘭嘅啫，係訓練緊15萬兵係真嘅。講到美俄談判，佢話同 Donald Trump 通話，亦提醒對方唔好相信普京。普京係想停火而重整旗鼓，整多啲軍力再打過啫。喺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嘅時候，澤連斯基話冇美國嘅支持，烏克蘭冇辦法贏。美國好重要，美國好重要，但係拒絕割讓俾烏克蘭佔領嘅領土。我最後會解釋俾大家聽。佢係願意為和平做任何事，包括唔做總統，但係前提烏克蘭要能夠加入歐盟同埋北約。如果烏克蘭個安全有保證，而且俄羅斯撤軍並提供安全保障，佢係要翻，佢而家開價係要翻2014以後嘅領土，即係唔包括呢個克里米亞。雙方嘅立場大致就係咁。澤連斯基警告歐洲軍事實力薄弱，由兵力、作戰部隊數量、艦艇、空軍、無人機，歐洲處於劣勢。佢同中國有啲嘢對話，中國開始表現出對普京施壓以結束戰爭嘅興趣。中國最近同俄羅斯咧係有啲唔妥嘅。俄羅斯特登整呢啲嘢出嚟咧，就俾美國睇嘅。其實我懷疑係，即係話咧佢可以唔企喺中國嗰邊。呢一個由中國去歐洲嘅嗰啲container 經鐵路嘅 container 咧，好多俾俄羅斯扣留咗，話佢哋過境唔合法嘅，有啲嘢要檢查，結果咧就逼咗好耐。第二咧又話中國啲汽車咧唔 qualify 嘅，要停咗中國嗰啲汽車輸入，俄羅斯特登做出嚟嘅。中國外長王毅而家慕尼黑同烏克蘭高層官員見面，澤連斯基同Donald Trump特使見面啦，法國總統咁究竟美俄傾歐洲嘅立場係點呢？如果傾一樣嘢出嚟係歐洲覺得可以接受嘅，咁就歐洲最高興啦。如果傾一樣嘢出嚟，歐洲唔可以接受，歐洲係唔係要作一個 situation 嘅評估？佢哋孭唔孭得落烏克蘭呢場戰事？馬克龍，你可唔可以 say no？ 喺2月17號，愛麗舍宮召開緊急會議，峰會，嗰啲大粒佬去晒開會，出席嘅包括施紀賢、索爾茲、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好多國領袖傾3個鐘頭，就係歐洲嘅共同立場，對於呢個美俄傾出嚟嘅嘢，點樣係可以接受，點樣唔可以接受。波蘭外長西科斯基形容 Donald Trump 採用透過戰鬥進行呢個叫武力偵察，然後咧觀察下情況，然後先決定嘅立場。佢就係我講嗰2點。歐洲領袖擔心 Donald Trump 可能未有歐洲參與情況之後，同普京達成協議，危及歐洲安全。如果烏克蘭嘅安全冇保證，歐洲嘅安全就冇保證。即係咧，歐洲最後咧係容許烏克蘭割出一部分領土，但係就唔容許烏克蘭徹底淪亡
成為俄羅斯嘅傀儡，因為如果呢個俄羅斯喺烏克蘭徹底勝利嘅話呢，首先就波羅的海三國好驚，因為 what can apply to 烏克蘭係喺蘇聯，以前係蘇聯嘅領土 ，can apply to 波羅的海三國，而芬蘭亦都有好多地方呢係以前蘇聯佔有嘅。好啦，馬克龍喺會議前同 Donald Trump 講電話，係搞清楚下少少，然後先至開會，冇披露具體內容。你知馬克龍呢係好中意撲去同人傾嘅，開戰前佢咪撲去同普京傾嘅。歐洲尋求與美方建立溝通渠道。德國總理肖爾茨強調，即使美俄達成嘅協議，唔代表烏克蘭一定要接受，烏克蘭有權唔接受，烏克蘭仍可以繼續申請加入歐盟。Donald Trump 嘅特使重申歐洲國家喺談判桌上冇位置，唔會俾埋歐洲傾，因為咁咧就傾唔到。佢嘅意思係即係咁咧就唔使傾啦。歐洲人多嘴雜，但係會諮詢同提及北約所有會員國嘅關注，佢哋嘅安全點受到威脅。北約秘書長雷特話：歐洲已經做好準備，為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如果和平嗰時，歐洲點樣保證烏克蘭嘅安全呢？施紀賢2月16號話：必要時派英軍作為維和部隊嘅一部分。咁樣係有危險，即係你擺咗啲軍隊喺前線，即係烏克蘭如果俄羅斯進攻烏克蘭，咁咪立即危及啲英軍咯，係咪？咁你英國要唔要作出呢一個戰爭嘅準備呢？呢個係佢呢個唔係隨便講嘅，佢深知英國係將英國軍人置於危險之中嘅責任，但對於保障歐洲大陸同英國嘅安全至關重要。前英國陸軍參謀長呢個勳爵話，維和部隊要10萬名陸軍，英國軍隊太過少啦。英國軍隊總共10幾萬人，派到1-2萬人出嚟嘅啫。呢個就係派到1-2萬人，喺全世界有任務，英軍只派到1-2萬人。你要派一支 substantial 嘅軍隊，呢支軍隊唔係一個象徵式嘅和平部隊，佢係可以對烏克蘭嘅安全提供咗一樣保障嘅。呢個係瑞典首相話。瑞典唔排除有明確授權，即係派兵加入和平部隊，可以派兵。德國話而家討論和平維和為時過早。德國總理肖爾茨話：目前討論維和任務好遠，但烏克蘭一定有支強大嘅軍隊，和平時期。時如此，佢講係乜嘢呢？因為俄羅斯曾經講過要烏克蘭就裁軍，你唔可以要烏克蘭裁軍。即係咧，嗰個談判條件咧，就烏克蘭一定可以繼續維持佢自己要嘅武力，而各國繼續可以軍援烏克蘭，等烏克蘭有先進嘅武力，再加埋10萬嘅歐洲軍隊嚟到保證烏克蘭嘅安全。施紀賢較晚時候去華盛頓同 Donald Trump 見面強調美國嘅安全保證係避免普京再次發動攻擊嘅唯一方式。即係咧。你唔可以叫歐洲去保證，歐洲唔夠力量保證，美國要加以保證。點解歐洲唔夠力量保證啊？因為歐洲一路有靠美國嘅核子彈嘅，歐洲國家入邊，英國、法國有彈頭，但係個彈頭核彈呢，只係得500-600，急埋得400-500嘅啫。而俄羅斯呢有1000幾嘅，一向嚟講。要俄羅斯唔敢對英國、法國進行攻擊呢，就因為美國會進行核報復，所以美國係要落水。你美國唔可以叫人落水，而自己唔落水。如果真係咁嘅話，美國必定要整濕對鞋。如果向烏克蘭派遣維和部隊，必須獲得美國嘅安全承諾同授權。即係話，如果俄羅斯咁用核彈攻擊，美國會 extend 佢嘅核子保護傘；如果常規部隊攻擊，
美國部隊要立即，如果一打立即增援呢個，如果唔係歐洲好危險，歐洲嘅軍隊好危險啊！大家清楚啦。嗱，我講俾大家聽，即係而家最後想傾落嚟嘅第一就係克里米亞係冇得傾，領土就介乎2014之後同埋而家之間，究竟去到邊度？制裁同資產會分階段解決，美俄恢復正常關係，呢個就係烏克蘭嘅安全獨立究竟係點樣樣？呢一個咁樣嘅和談，如果傾落嚟呢，關鍵最重要一點就係烏克蘭以後係咪會變咗俄國嘅附屬國家？如果佢變咗俄國嘅附屬國家，佢安全冇保障，變咗白俄羅斯咁，就變咗對歐洲嘅威脅。一定歐洲要求喺呢度頂住呢個俄羅斯，清楚未啊？呢個就係但係即使傾到咁嘅和談呢，好多人都憤怒，呢個就包括咗好多海外嘅 KOL， 因為咁就係縱容侵略者，咁樣就係縱容咗侵略者。俄羅斯靠侵略，佢贏咗啊！佢既要烏克蘭既唔可以加入北約，然後佢又攞到佢要嘅領土，仲加整一條陸橋可以通去克里米亞，普京就會話佢贏咗。咁而嗰啲其他嘅侵略者呢，就會受到呢個鼓勵。呢個就係問題嘅重心所在。嗱，其實歐洲嘅軍隊點呢？我俾大家睇下。歐洲總共有歐盟，淨係歐盟，仲有北歐國家唔計，4億5千萬人，俄羅斯1億4千幾萬人啫。2024年歐盟嘅 GDP 17萬7千幾億美金，係俄羅斯1萬5千億，係俄羅斯嘅12倍。個體能人口係3倍半 ，GDP 係12倍。雙方嘅軍隊係點呢？軍人數目整個歐盟160萬人，現役132萬人，俄羅斯預備役285萬人，280萬人，戰機2000架，俄羅斯1500架，戰車3500架，俄羅斯12000架。2024年總國防預算3420億，俄羅斯1120億。嗱，我可以你睇下呢個係冇得打嘅，即係如果歐盟係下定決心動員埋即係後備軍員咧，我都話俾你聽，你唔怕同俄羅斯打仗嘅話咧，呢個2個禮拜就打贏俄羅斯嘅啦。我話俾你聽，點解啊？因為俄羅斯首先第一，呢12000架咧已經冇咗8000、9000架噶啦，佢啲飛機咧拎出嚟咧完全係唔夠呢一個西歐嘅颱風、陣風同 F-35打嘅。佢所有可以動用嘅軍隊啊，係完全去晒烏克蘭前景嗰度，其他邊防軍係不堪一擊。但呢種情況係點呢？最似就係日本喺第2次世界大戰末期佢已經將可以調嘅兵調晒去太平洋同美國打，結果俄羅斯唔係嗰陣時嘅蘇聯一對日本參戰，哇！掃晒成個關東軍同埋呢個滿洲，呢個就係俘虜幾十萬人兵敗如山倒。同樣，只要北約整支軍隊喺北歐我話俾大家聽，佢嘅兵力完全集中晒喺南邊對付烏克蘭根本揾唔到。當日大廚反叛烏克蘭呢個普京都揾唔到軍隊去保護莫斯科啦。如果美國整一支軍隊迅速地由波羅的海三國去進攻，或者芬蘭去進攻北約，幾日就打入呢個聖彼得堡。我話俾你聽，2個禮拜就打入莫斯科，仗就打完。
但係當然咧，佢仲有核武啦，呢個就係2025年電子消費券又開始發售啦，一如以往，啲禮品超級震撼，真係越買越漲。凡係買電子消費券3000蚊，指定嘅禮品一盒價值408蚊，有大廚系列嘅王牌臘腸一盒，韓國 FormBio 血糖樂一盒，每日食一粒，可以控制血糖水平，防止血糖咧喺食嘢之後突然間升高，造成身體嘅負擔。第二，買電子消費券5000蚊，就有一套禮品價值538蚊，有無敵好食嘅大豬系列鵝潤腸一盒，同韓國 FormBio 腦燒樂一盒，每日食2粒咧，能夠改善血液循環、記憶力，支持健康嘅大腦功能，改善認知功能同血管強度以及神經保護特性。3，最後獎你嘅超筍禮遇，購買電子消費券8000蚊，指定禮品一套，價值796蚊，有大廚系列嘅王牌臘腸、鵝潤腸各一盒，及韓國 Vitamin 新增益生菌免疫力配方一盒，改善腸嘅正常消化及運動，減少毒素吸收。另外可享特惠價880蚊加880蚊，就換購價值12800蚊嘅歡樂煮食套餐，雙立人12件套，成個廚房嘅廚具，限量40套，有中式炒鍋啦、雙耳蒸鑊蒸籠啦、鑄鐵鍋啦、廚房刀啦、剪刀啦，雙立人摩登廚具，適合唔同人嘅需要，令你用得安心。提大家，購後係要時間安排嘅。優惠期由2月18號到3月10號，網上及門市都有售。使用有效期現金券係到2026年3月31號。現有消費券用戶增值，舊有嘅消費券餘額呢，亦都可以延長到2026年3月31號嘅，數量有限，送完即止。